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nis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年关将至，又到了祈福和逛新年灯会的好时候了。马年新春的上海也是年味满满。今天将带大家一站式打卡沪上3大新春地标，先去龙华寺祈福，闻着香火味许下新年心愿，再来逛逛豫园灯会，满街的花灯流光溢彩，九曲桥上的神兽花灯真的是太鲜了，夜晚亭台楼阁间的璀璨灯光，步步都是中式浪漫。最后去到陆家嘴的中国年味节，看1600摄氏度的非遗打铁花撞碎万国建筑群的霓虹，写春联摸鱼灯，把非遗年味攥在手心里。那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。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记，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，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。我们先是去到了龙华寺，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人还是挺多的。门头已经换上了新春装饰。龙华寺现在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来祈福的一个寺庙了。大家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都选择了来上香。这边请高香的话是20块3支，然后也是有免费的随缘香可以拿的。入口另外一边是请太岁符的，也是20元。大家根据自己的生肖请到对应的符，填写完资料按提示放到延生堂，寺庙会帮忙统一焚烧。请完香和太岁符之后，我们就要正式入门拜拜啦。可以看到高香要比免费的清香粗不少，当然这个就是随缘了，按例按需即可。祈福完把香投到香炉中间。今天的人真的还是很多的。龙华寺里猫咪也挺多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好心人给他们放置猫粮。小猫咪挺可爱的。这只小猫咪好像是怀孕了。这个弥勒佛由整块玉石镂空雕刻而成，挺有特色的。这个就是大雄宝殿了，可以看到里面的三圣像相当庄严肃穆。拜完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找到延生堂去放置太岁包。走的时候再拜一拜韦陀菩萨和4大天王。门口有看到一只睡得很熟的小猫咪。随后我们就去到了豫园，沿街的商铺已经开始卖起了灯笼挂饰等新年装饰品，年味满满。这边现在是步行街的形式，可以看到马路上车是不能开的，行人是可以随便走的。这边就是豫园商城的灯会入口了。现在周中下午4点之前，周末下午2点之前都是可以免费入场的。之后的时间的话，目前的门票是80块钱人民币一张。个人感觉的话，宁愿有时间的话早点进来吧。80块钱花在里面消费的话，肯定是比花门票更值的。这家卖银饰的店还是蛮有噱头的，有2个龙头在吐烟。
这边人好多呀，看这边的灯就挺有新年的气氛，晚上开了灯的话应该会更好看的。这里还有穿汉服的小姐姐可以帮忙一起合影拍照，然后也有挺多人自己穿着汉服过来拍照打卡的，新年气氛蛮浓厚的。头顶的花灯还是蛮震撼的，人真的是特别的多啊，基本上都不太容易走得动了。这个万马奔腾的花灯还挺好看的。走累了，我们找了个茶室坐一坐。这边楼上的位置观看下面的花灯视野是非常棒的。我们等一下看看亮灯仪式，还有晚上花灯。开始有表演了。亮灯了，发现这个马的翅膀是会动的。晚上的话就更好看了。这个茶室的视角真的是非常棒，推荐大家如果来逛的话，也可以上来坐一坐。夜景拍了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下面九曲桥那边去逛一逛了。那边也是灯会的核心景区，人会挺多的。果然晚上开了灯更好看了。来到九曲桥这边了，人是相当的多啊，我们跟着队伍慢慢排队往里进吧。你们看这个队排的基本上是不怎么动的，不过也能理解，因为大家要停下来拍照的话，确实会比较难。当然这边楼上也会有一些餐饮店，是可以在阁楼上看整个灯会的场景的，就是消费会比较高一点。像比较著名的湖心亭的话，可能灯会期间的话，上2楼的门票就288、388这样子的。这个的话就丰俭由人了，就排队慢慢进去看，其实也都挺漂亮的。当然愿意消费的话，楼上肯定会体验更好一点。前面这只蓝紫色的大鸟的话，就是这次最出名的一只花灯了，朱雀，也是著名的4神兽之一了。但通常一般都是红色的，这次用蓝紫色也是挺新颖的。
安保人员的话一直在催着大家往前走。这就差不多九曲桥逛出来了，然后我们里面稍微再逛一逛，看看夜景的花灯，就差不多出去。晚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边里面上海特色的小吃也挺多的，还有可以拍民国照相的。晚上张灯结彩的确实是很漂亮。又遇到了白天的那个汉服小姐姐，跟她打了个招呼，还挺辛苦的，在这边站了那么久。慢慢就走到灯会出口了，这边有很多的口是只进不出或者只出不进的，搞不清楚的话是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往哪个口出去的。出门就听到韩语的广播，看来这边来玩的韩国人也是挺多的。像这个上海老饭店啊，还有绿波廊，这些都是豫园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上海老饭店了。但我感觉现在的口味可能和以前比的话，还是差了挺多的。但游客的话过来尝尝也是不错的。这边又绕到我们白天刚刚进来的入口了，晚上灯还挺好看的，我们去吃个东西吧。这里一条街上有很多是吃蟹黄面的，我们点了2份套餐，内容还是挺丰富的，味道也还不错，可以大家来的话可以尝一尝。这个蟹粉是现拆的，也没有什么腥味，量给的也挺足，如果你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免费续面。吃完晚饭的话，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结束了。第二天的话，我们就去到陆家嘴那边的中国年味节了。这边主要是有一些以集市档口为主吧，买一些过年的年货或者是特色手工品、特产之类的。中间有一块 B 站的专区，可以看到有很多 UP 主摆的摊位。服务中心还可以领一个福字，然后自己可以 DIY 一些马年的吉祥话金印在上面。东方明珠背景下的集市还是第一次逛呢，挺新奇的。这边就是主舞台了，然后每个时段都会有不同的节目。现在就是
书法老师给大家写春联的时间，我在网上自己找了一下喜欢的春联的模板，然后给老师们看，让他们来帮忙写。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，比起网上买千篇一律现成的春联的话，这种还是更有意义一点的。看到隔壁的大叔让老师写了一个马上有钱的横幅，看来大家对新年的期许也都是很实在的。我的春联写好了，放地上吹一吹。这边能拍照打卡的布景也是非常的多。逛了差不多就等晚上的鱼灯巡游了。这个其实大家也是可以一起参与的，互动性还是蛮强的。你们要拍照可以，可以，对，可以拍照没关系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鱼灯。报名参加的民众已经开始练习了起来。夜幕降临之后，鱼灯巡游正式开始了。不务正业，鱼灯巡游正式开始。鱼灯亮，不熄亮。看到没？仔仔，来看。慢点，慢点，你们前面看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摸摸鱼头，万事不愁。摸摸鱼身，幸福一生；摸摸鱼尾，顺风顺水。好，来，大家让一下。好了，压个口，给他们走走好吗？没有异样。对，大家给我们点空间，不然我们只能走表演不了啊！来，摸摸鱼头，万事鱼灯亮，幸福。压一下。摸鱼头，万事吉祥来到。再摸一摸。摸摸鱼头，万事不愁。鱼灯亮，福气旺。来摸摸鱼头，万事不愁。福气旺。麻烦让一点。对。来，麻烦大家往边上靠一下。来，所有人靠一下，往两边靠一下，好吗？谢蛇爷，快点，上一点。好吧。你选。小朋友让他先跟在里面。来，围成一个圈，围成一个圈。来，我们所有鱼围一个圈。这个表演的氛围感还是蛮强的。现在让大家围成一个圈，看最后的一个表演吧。好了，鱼灯的表演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就去到浦东美术馆里面。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呢？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打铁花的表演的话，在室外的视角是看不太清的，而浦东美术馆的镜厅或者楼上露台是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可以看到的。你看，像这边现在已经很多人在坐着等后面的表演了。浦东美术馆的5点之后入场的夜场票的话是80块人民币。当然，如果特意为了看这个打铁花来的话，
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必要。但因为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毕加索还有卢浮宫的一个展品的展览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。这次展出了挺多幅毕加索的代表作。这个蓝白条纹衫的装置艺术作品还是挺出彩的。这个电梯也挺有特色的，感觉像是外太空的舷窗。逛完2楼毕加索的展览之后，我来到了3楼的静厅，这边的人会比2楼的少一点，然后就在这边等着，等会儿打铁花开始了。这个万马奔腾的动画还挺好看的。一共有4个人交替的在打铁花，在对岸外滩万国建筑群的映衬下，一起享受这场视觉的盛宴。
黄浦江上的游船驶过，师傅们感觉更卖力了一些。这样就结束了整个表演，全程大概10来分钟的样子，完全不够看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接下来就去看卢浮宫的展览了。这次展览的名称叫图案的奇迹，主要是展出了印度、伊朗和奥斯曼的一些展品，包含了瓷器、金银器、地毯和兵器铠甲等，种类还是挺丰富的。
逛完展览的话，就来到了5楼的露台。这边除了有一个餐厅的话，外面的露台还是挺值得看的。这边看过去的话，对岸的外滩的景色非常的惊艳。除了对岸的外滩万国建筑群，回头还能看到浦东这一边的东方明珠。反向的一个观景台看东方明珠的全景真的是超绝。今年上海新年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多，感觉年味比之前更浓了。在这里也祝在屏幕前看视频的大家马年大吉，马到成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